你一睁眼竟重生回破产那天，虽然眼前站着即将过门的漂亮媳妇，但是你不但没有半点高兴，反而反手就给了她一个响亮的大耳瓜子，只因前世被她和野男人骗光家底，最后落得凄惨下场。既然重来一世还觉醒金手指，要是还当接盘侠就太窝囊了。此时周志远猛地睁眼，眼前掉漆的办公桌上拍着一份按了红手印的转让协议，签字吧，志远，这破回收站早不赚钱了，我表哥肯出500块接手，是看在咱俩快结婚的份上拉你一把。说话的女人穿着红衬衫，烫着大波浪，正把钢笔往他手里塞。苏丽红，她不是在自己破产后卷钱跑了吗？周志远愣了一下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未来报纸系统已绑定，正在为您提取明日资讯。紧接着，一张泛黄的报纸虚影在他脑子里展开，摸了摸自己年轻结实的胳膊，他全明白了。老天爷开眼，让他回到20年前被骗光家底的这一天。发什么愣？快签啊！苏丽红见他不接笔，眉头拧紧，一脸嫌弃。过了这村没这店了，你看你这破院子堆得烂铜烂铁，连下脚地都没有。隔壁老王家儿子都买大摩托了，你拿什么娶我？旁边梳着大背头的男人夹着公文包，点上一根红塔山，吐了口烟说：志远老弟，要不是丽红天天求我。他弹了弹烟灰，满脸嫌弃的补充道：500块钱够你办几桌酒席把丽红娶进门了。做人得懂知足。这是苏丽红的表哥刘彪，前世周志远死心眼听了鬼话签了字，结果这协议是个连环套，500块钱一分没见。回收站后面2亩祖宅地皮也被刘彪霸占抵押给信用社贷了2万。苏丽红拿到钱连夜跟刘彪坐火车跑了。周志远背一身债，老爹气得脑溢血瘫痪，他去黑煤窑挖煤还债，落下一身病苦了一辈子。想到前世惨状，周志远眼神一冷，他没接钢笔，反手抓起协议抖了抖，声音冰冷：500块钱买我这回收站。周志远冷笑一声，目光扫过协议上的条款。苏丽红脸色一变，赶紧凑过来搂住他胳膊，夹着嗓子说：志远，你算那么轻干啥？我表哥还能坑你？等咱俩结了婚，他的不就是咱们的？你赶紧签了，明天我就带你去大商场买新西服，咱们把缝纫机和黑白电视也定下来。对啊，老弟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可是拿真金白银帮你。刘彪弹了弹烟灰，笑得得意，眼神直勾勾盯着周志远手里的笔。周志远猛地一甩胳膊，苏丽红没防备往后退了2步，高跟鞋一崴，一屁股坐在破沙发上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苏丽红气得脸通红，指着周志远鼻子破口大骂：周志远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好心帮你找门路，你冲我发什么脾气？你一个收破烂的有什么好拽的？找门路？周志远两手捏住协议边缘，当着2人面直接扯成2半。你干嘛？刘彪急了，夹烟的手一抖，烟灰全掉裤裆上。周志远看都不看他，几下把按了手印的协议撕得粉碎，往半空一扬，白花花的碎纸片落了刘彪和苏丽红一身。你疯了是不是？刘彪跳脚拍打身上的纸片，指着周志远大吼：这可是我花10块钱托人写的合同，写你娘的腿！周志远一步逼到刘彪面前，死死盯着他。刘彪，你少装大尾巴狼，真当老子不认字？协议上写的是分期付款，首付50，剩下的450 3年后结清。你拿50块钱想套走我2亩地，当我是傻子？刘彪被戳穿底细，脸色发青，结巴狡辩：那不是手头紧吗？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很正常。再说那破地方你这也是长草，手头紧？周志远冷笑一声，提高嗓门：你是手头紧，还是在地下赌场输光了裤衩，急着拿我地皮去信用社抵押贷款还债？上个月你在城南老狗的肠子里一把输了3000块，真以为没人知道？这话一出，刘彪脸刷得白了，额头冷汗直冒。他赌钱的事瞒得死死的，这小子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苏丽红见状不对，赶紧冲上来护住刘彪，冲周志远撒泼：周志远，你讲不讲理？少在这满嘴喷粪！我表哥也是为咱们好，你今天不签字，咱俩婚事作废，彩礼钱别想要回去。我苏丽红就算嫁给村口瘸子，也绝对不嫁你这种穷光蛋。退婚！周志远大笑出声，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椅子，死死盯着苏丽红。苏丽红，你真以为我稀罕娶你？你天天往刘彪租的招待所跑，真以为没人看见？他算你哪门子表哥？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，床倒是上的挺勤快，你们俩合伙做局坑我产业，真当老子瞎？苏丽红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他跟刘彪搞破鞋的事连亲爹妈都不知道，周志远怎么会知道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要撕烂你的嘴！苏丽红气急眼，张牙舞爪往周志远脸上挠。周志远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，啪，一巴掌打得结实，直接把苏丽红扇的原地转了半圈，半边脸立马肿起老高，嘴角都出血了。这一巴掌是打你不要脸！周志远甩了甩发麻的手掌，冷冷地说：你敢打女人，老子弄死你！刘彪见姘头挨打挂不住了，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摔，抄起桌上玻璃烟灰缸就朝周志远脑袋砸来。周志远早有防备，身子往旁边一闪，躲过烟灰缸，紧接着飞起一脚正中刘彪肚子，砰！刘彪痛呼一声，倒飞出去，重重砸在门板上，捂着肚子蜷在地上直哼哼。周志远顺手抄起桌角修大卡车用的大号生锈管钳，半米长沉甸甸的全是实心铁。他拎着管钳走到刘彪面前，用铁疙瘩拍了拍刘彪的脸：来，你再动一下试试。周志远掂量着手里的管钳，满眼狠劲：今天谁敢动我家东西，这管钳就欠谁脑袋上，大不了一命换一命。刘彪看着生锈铁疙瘩在眼前晃悠，吓得裤裆湿了一大片，他连滚带爬往后缩，冲着苏丽红喊：疯了，这小子疯了，快走！苏丽红气急败坏跟着跑了。第2章，报纸里的商机，废品堆里的黄金。周志远把生锈管钳往桌上一扔，咣当一声，他扫了眼满地破铜烂铁，这回收站是他爹留下的唯一念想，刚差点被那对狗男女坑走。他走过去拉下卷帘门，插上插销，屋里黑透了，只剩老挂钟滴答响。
他拉过破木椅坐下，刚要倒水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眼前猛地亮起一块泛白光的透明屏幕。周志远吓得茶缸子差点掉地，往后一躲，还以为眼花了，揉眼再看，屏幕还在半空飘着，印着几个大字：东海日报。右上角日期1990年8月15日。周志远懵了，今天才8月12日，这报纸是3天后的。他咽了口唾沫，伸手去摸，手直接穿过光幕，这玩意儿是凭空长在脑子里的。周志远心狂跳，重活一回，老天爷把金饭碗塞他手里了。他盯着屏幕，掠过头版大新闻，直接看向第2版经济版面，右下角有个豆腐块新闻：南方水灾波及本地，世纪电厂元件断供面临停产。周志远凑近细看，受连日暴雨影响，南方铁路干线受阻，世纪电厂急缺 CD11型电解电容，生产线全面停工，厂采购科正以平时3倍高价在本地紧急寻购。3倍高价，周志远眼睛瞪圆。CD11型电容这玩意儿后世论斤卖，但在90年代出产能跟不上，北方全靠南方供货，现在火车过不来，机电厂急眼了。他一拍大腿，这电容他熟，老式收音机、黑白电视机主板上全是这东西。他抓起手电筒冲到后院废料棚，棚里堆着5、6个泥麻袋，全是上个月按废塑料价收的旧电器主板。他解开麻袋往地上一倒，哗啦一声，几百块绿电路板堆成小山。手电筒一照，板子上密密麻麻插着黑色小圆柱体，凑近一看，印着白字 CD11 16V 470微法拉，全对上了，这就是机电厂的救命药。周志远捡起一块板子，捏住电容用力一把，吧嗒，电容下来了，2根金属银角全断在板子里，废了，银角断了，厂里没法焊。他皱起眉，用电烙铁一个个烫，几万个零件烫到明年也弄不完，机电厂等不起。他脑子一转，焊锡熔点低，200多度就化，只要整块板子均匀受热，零件自己就能掉。他立马跑到厨房，拎出蜂窝煤炉子，捅开封门，塞进2块锡煤球，火苗呼呼往上窜，又在废铁堆翻出块平整厚铁板，擦干净直接架在炉子上。铁板烧烫后，他戴上厚帆布手套，拿起收音机主板，把带焊点的背面平贴在铁板上，1秒、2秒、3秒，一股浓烈松香味混着塑料胶味冒出，板子背面的银色焊点变软发亮，化成水滴一样的细珠。就是现在，周志远拿起主板，对着大铁盆边缘用力一磕，哗啦，主板上的电容、电阻、2极管像下雨一样全掉进盆里，干干净净，一根银角没断。他看着盆里完好无损的黑电容，咧嘴笑了。这哪是拆废品，这是摇钱树上打金币，方法管用。他立马流水线作业，左手拿板烤，右手拿夹磕，一块接一块，炉火烤得他满头大汗，衣服贴在后背，屋里热得像蒸笼，松香味熏得人直流眼泪。他连水都顾不上喝，手里动作越来越快，哗啦哗啦响个不停。拆完一麻袋，他就坐下挑，把零件到桌上，拿小镊子专挑 CD11型电容扔进纸箱，鼓包漏液的直接扔，只要外观完好，银角笔直的，整整干了一宿。天亮了，窗外鸡叫，周志远直起腰，撑着桌子吐出一口气，他浑身酸痛，手套烫出几个黑窟窿，脸上沾满黑灰，但在他面前整整齐齐摆着2个大饼干纸箱，装满挑出来的完好电容，黑压压一片，粗略一算少说有3000个。他翻出旧万用表，随便抓几个一测，指针稳稳摆动，充放电正常，全是好货。周志远打凉水洗净脸，换了身干净蓝布工作服，推开大门，天已大亮。隔壁修车铺王大爷正端碗喝粥，周志远走过去，地上跟大前门。周志远说：“王大爷，您那辆28大杠借我用半天呗，我去趟市里。”王大爷接烟夹耳朵上摆手说：“钥匙在车上，自己推去，骑慢点啊。”周志远搬出纸箱，用旧轮胎皮筋死死绑在自行车后座上。他跨上车座，猛地一蹬，直奔市电子大市场。早上8点半的市电子大市场，周志远蹬着28大杠，满头大汗停在门口。市场里闹哄哄，全是人，满是机油混着焊锡膏的味儿。他没瞎逛，解下后座2个饼干箱，抱在怀里，直奔南区。昨晚脑子里那张未来报纸写的明白，世纪电厂买不到合格耐压电容，差点误了出口大单。采购科长李卫东今早就在市场急得直跳脚，走到南区3排6号档口，周志远停住脚，档口前围着几个人，一个穿灰夹克、夹着黑皮包的中年胖子，正拍着玻璃柜台扯嗓子骂。李卫东说：“老刘，你拿这破烂玩意糊弄谁呢？这银角都生锈了，装到电机上通电就得炸，我机电厂的单子你也敢骗？”胖子脑门全是汗，气得脸通红。柜台里的光头老板撇嘴摊手说：“李科长，您冲我发火也没用，现在南方货发不过来，全市就我这有点存货，您嫌差去别家问问，看谁拿得出来。”李卫东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光头鼻子半天憋不出话。这批电机后天就得交货，没电容整条生产线都得停工。周志远看准时机，抱着2大纸箱走上前，往玻璃柜台上一放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柜台上的灰都震飞了。周志远说：“李科长是吧？急用耐压电容，我这有现货。”声音不大，旁边人却听得清清楚楚。李卫东转头上下打量他，见他一身旧蓝布工作服，脚踩解放鞋，一看就是个乡下穷小子。他皱起眉，满脸不信。李卫东说：“小伙子，别跟着瞎捣乱，我这要的是电机用的高压电容，不是你修收音机那种小玩意。”光头老板也火了，指着周志远鼻子骂。光头老板问：“哪来的土老帽，敢跑我的地盘抢买卖？赶紧滚蛋，弄脏我的柜台你赔得起吗？”周志远没搭理光头，直接撕开纸箱上的黄胶带，把箱子往李卫东面前一推，箱子里满满当当全是黑皮电容，个个擦得干干净净，2根金属银角笔直锃亮，一点锈都没有。李卫东眼睛一下瞪圆了，胳膊底下的黑皮包差点掉地上。光头老板伸长脖子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：“切，看着挺亮堂，谁知道是不是从废品站拆的死货？表面光鲜有什么用？一通电全得冒烟。”周志远没吭声，直接拿过光头柜台上的旧万用表，他从箱里随便抓起一把电容调好档位，红黑2根表笔对着电容银角一打，黑色指针刷的摆动过去，又稳稳回落，充放电完全正常。周志远动作飞快，扔掉一个又换一个，连测10几个，指针每次都摆得顺滑平稳，挑不出半点毛病。李卫东懂行，看指针幅度就知道这批货质量顶天了。他
他一把推开周志远的手，抢过万用表，我来测。李卫东手抖得厉害，好几次表笔都大歪了。等他连测20多个全是一等品好货后，猛地抬头死死盯着周志远，喘着粗气问：小兄弟，你这箱子里全都是这种货？周志远点头，2个箱子，一共2500个，个保个都是好货。李卫东狠狠咽了口唾沫，多少钱一个？我全要了。光头老板在旁边急眼了，赶紧插嘴：李科长，他这不知道哪弄来的货您也敢要？我这虽然差了点，但我算您便宜点，2毛5一个。周志远看着李卫东，竖起一根手指：8毛一个，谢绝还价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看热闹的人全倒吸一口凉气，光头老板更是跳脚大骂：8毛，你穷疯了吧？市面上新货最高也就卖4毛，你当你是抢银行呢？李卫东脸色一沉：小兄弟，你这要价太狠了，虽然我急用，但你也不能这么攒人，顶多3毛，行就行，不行你拿走。周志远一点不慌，慢悠悠把纸箱盖子合上。李科长，市面上新货是卖4毛，但现在全省缺货，您有钱也买不着。周志远凑近一步，压低声音只让他俩听见：你们厂那批出口老外的电机，后天上午必须装车发货，要是交不上，违约金就是3万块。厂长已经放话了，买不到电容，采购科长要是买不到电容就得下岗。李卫东脑子嗡的一响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后背冷汗直接把衬衫湿透了。这是市场里最高机密，今早厂长刚在办公室指着他鼻子骂完，这乡下小子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明白？李卫东看着周志远，知道自己彻底被拿捏死了，这哪是买电容，这是买他李卫东的命。他咬着牙，腮帮子上的肉直哆嗦。行，8毛就8毛，只要货没问题，我认了。光头老板在旁边听傻了，瞪眼喊：李科长，您疯了？8毛一个您也买？李卫东回头狠狠瞪他一眼，滚一边去，我乐意。两人当场清点，周志远挑货时数过，整2500个，一个不差，2500个，8毛一个，正好2000块。李卫东拉开黑皮包，伸手掏出2整沓没拆封的纸币，全是10元面值的大团结，大红票面印着工农兵，崭新平整，带着股油墨味。1990年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50-60块，这2000块顶得上工人干3年不吃不喝攒的巨款。周围人眼睛全直了，恨不得把眼珠子粘钱上。光头老板更是嫉妒的脸都绿了。李卫东把钱递给周志远，顺手掏出和红塔山抽出一根递过去，语气客气多了，说：小兄弟认识下，我叫李卫东，是机电厂采购科的，今天算你帮了我大忙，交个朋友，以后要是还有这种奸货，直接去厂里找我。周志远接过烟夹在耳朵上，拿过2沓钱，银行封条还在，错不了。他把钱揣进贴身内衣口袋，拍了拍胸口，感受着那沉甸甸的厚实感。周志远揣着厚厚的大团结，转身直奔百货大楼去买肉和新衣服。他先到1楼钟表柜台，那年头带块上海牌全钢手表就是有钱人的象征。周志远敲了敲玻璃柜台，说：同志，拿块上海牌全钢手表。售货员大姐正织毛衣，翻个白眼刚想赶人，周志远直接掏出2沓崭新的大团结拍在柜台上。售货员眼睛一亮，立马塞起毛衣，满脸堆笑把表拿出来，120块钱。周志远眼都不眨，直接付钱，把亮闪闪的新表往手腕一戴，像换了个人。接着他上2楼，把沾满机油的旧衣服换下，买了一身白衬衫和黑西裤，又挑了双30块钱的黑皮鞋。路过副食区，想起爹妈大半年没吃过饱肉，瘦的皮包骨头，他直接割了5斤肥的流油的五花肉，用草绳穿上，又拎了2罐铁皮麦乳精和2瓶好酒。买完东西，他去澡堂洗掉一身机油味，换上新行头，把旧衣服扔进垃圾桶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，坐上回村的中巴车。他摸着手腕上的新表，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让爹妈再受委屈。下午3点多，周志远刚走到村口，就听见老槐树底下闹哄哄的。苏丽红穿着新买的碎花衬衫，烫着卷发，双手叉腰站在石碾子上唾沫星子乱飞。苏丽红说：我跟你们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真不是我苏丽红嫌穷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周志远那个破维修铺早就干不下去了，他偷偷借了外面好几千块钱的高利贷，他死活不肯退婚，就是想把我骗过去，拉着我家一起帮他背债。围观的村民全炸了锅，凑在一起嘀咕：哎呦我的天，几千块钱，这要是真嫁过去，不得把人逼死啊！真看不出来，志远这孩子平时看着挺老实的，咋敢借高利贷呢？老实管啥用？咬人的狗不叫。幸亏丽红眼睛亮，要不然这辈子全毁了。人群中间，周志远爹妈被村民指指点点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周父老脸通红，指着苏丽红的手直哆嗦，说：你放屁，你少在这瞎说八道。我家志远本本分分干活，啥时候借过高利贷？你退婚拍拍屁股走人就算了，凭啥跑回村里往他头上扣屎盆子？周母急得直抹眼泪，嗓子都哑了，说：丽红啊，做人得讲良心，当初你家要彩礼，我们老两口把家里底朝天翻了一遍也给你凑够了，现在你说不结就不结，我们也没拦着，你咋能这么糟蹋人啊？苏丽红翻个白眼，下巴扬得老高，一脸看不起，说：良心能当饭吃？他接着说：我表哥那可是县务资局的科长，手底下管着全县的钢材水泥，他亲口跟我说，周志远那小子倒买倒卖亏了老本，现在正被道上的人追债呢，你们老两口就等着要债的上门砸锅吧。村民们一听道上的人，吓得纷纷往后退，说：老周啊，你们赶紧跟志远断绝关系吧，别连累了大家伙。周父气得直跺脚，周母哭得快站不住了。一道冷冰冰的声音从人群外围传进来，问谁说我被道上的人追债呢？村民们全愣住了，齐刷刷转头看过去，全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只见周志远大步走来，他头发理得干干净净，一身崭新白衬衫连个褶子都没有，黑西裤配着亮皮鞋，踩在土路上咯吱响，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亮闪闪的，直晃人眼。他左手提着2瓶西凤酒和2罐麦乳精，右手拎着一大块五花肉，肥油顺着草绳往下滴，这哪是躲债的穷光蛋，这打扮简直就是城里的大老板。周父周母看呆了，揉着眼睛半天没敢认。苏丽红得意的表情僵在脸上，眼皮直跳，死死盯着周志远手里的东西，一阵心虚，但他马上撇嘴，双手抱胸阴阳怪气的嘲讽：哟，这是从哪租来的行头啊？
还提着肉打肿脸充胖子给谁看呢？为了骗大家伙，你也是下了血本了。欠的钱还上了吗？就在这桩有钱人。周志远一句废话都没说，直接掏出一张百货大楼的购物发票，啪的一声拍在石桌上，说瞎了你的眼，自己凑近了看。村长王大爷赶紧戴上老花镜，凑过去一瞅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哎呀妈呀！上海牌手表120块，黑皮鞋30块，这上面还盖着是百货大楼的红印章呢，做不了价。人群彻底炸开锅，120买块表，这得干大半年才能攒出来吧？你看那皮鞋，苍蝇落上去都得劈叉。你看看人家提的那肉，足足有5、6斤，谁家破产躲债了能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？村民们风向全变了，都盯着苏丽红要说法。苏丽红脸上的嚣张劲儿全垮了，死咬着嘴唇硬撑着喊：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肯定是干了啥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我这就去公社打电话告诉我表哥，让他派人把你抓进去蹲几年。周志远冷笑一声，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。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半导体收音机，这是他在百货大楼顺手买的，花了30多块。周志远问：你说的是县物资局的王大明吧？他咔嗒一声打开收音机，拔出天线调到县电台频道，把音量直接拧到底。收音机里传出播音员洪亮的声音，下面播送一条本县新闻：近日，我县查处一起严重的倒买倒卖案件，县物资局科长王某明利用职务之便，私自倒卖国家物资，从中谋取暴利。目前，王某明已被停职调查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广播里的声音在老槐树底下回荡，字字句句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，全场安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苏丽红下巴扬得老高的脸刷得变得惨白，她腿一软往后退了2步，要不是扶着树干，差点直接瘫地上。周围村民看她的眼神全变成了鄙视嫌弃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是她表哥进去了。这女人心肠真毒啊！自己表哥犯事被抓，她还跑来污蔑人家志远，这不是倒打一耙吗？就是志远现在这穿戴一看就是发大财了，他这是看人家有钱眼红，故意跑来恶心人。听着周围人的嘲笑，苏丽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低着头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浑身直哆嗦。周父周母弯着的腰板立马挺得溜直，脸上的憋屈全扫光了，满脸骄傲。周志远看都没看苏丽红一眼，直接越过她走到爹妈跟前，咧嘴一笑，把手里的肉和酒往前一递：爹娘，我回来了，今晚咱家炖肉吃。说完，他领着爹妈直接走进院子。第5章险情预警，雷雨夜救人。这顿晚饭吃得痛快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得软烂流油。周父周母笑着多扒了2碗大米饭，吃饱喝足。周志远回屋拴上门，往硬板床上一躺，叮，系统提示音响起。周志远闭眼一想，脑海里铺开一张带油墨味的报纸，这就是他的金手指，未来报纸系统能提前看大事件。他扫过版面，死盯头版头条，日期是明天1990年7月15日。报纸上印着黑体大字：昨日傍晚，青石岭盘山公路突发泥石流，一辆省城吉普车卷入江中，2人遇难，遇难者之一为省城机械厂总工程师赵国华。看到赵国华，周志远猛地坐起，心直跳，这可是全省机械界的大牛，自己正要搞机械维修部，要是救下这尊大佛，等于抱上最粗的大腿，以后技术人脉全部愁了，这人必须救。他翻身下床，翻箱倒柜，对付泥石流得用脑子。他从床底拖出破木箱，找了条拇指粗的结实麻绳，又去院角翻出2个锈铁滑轮，抹点机油擦滑溜，最后抄起一根1米多长的实心铁撬棍，全装进破麻袋扔墙角备用。第2天下午天变了，乌云压顶，狂风吹得院里老榆树咔嚓直响。周志远套上旧雨衣，把工具袋绑在自行车后座，顶风出门。大雨跟泼水似的砸下来，打在脸上生疼。通往青石岭的盘山土路烂成了一锅粥，车轮塞满黄泥，根本骑不动。周志远跳下车，推着车身一脚浅一脚往山上爬，走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摸到报纸上说的危险弯道。路边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，底下江水滚滚。周志远抹了把脸上的泥水，看准路边一棵粗松树跑过去。他用麻绳把铁滑轮死死绑在树干上，打好死结，再把长麻绳穿过滑轮，一头攥手里，一头打个活套，随时准备扔。弄好后，他蹲在树后死盯弯道那头，雷声在头顶炸响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雨里亮起2束车灯，一辆绿色 BJ212吉普车打着双闪，在烂泥路上慢慢往前蹭。吉普车刚进弯道，山坡传出轰鸣，脚下地面剧烈。周志远说了声来了，攥紧铁撬棍，浑身绷紧。右侧山体裂开，成吨的黄泥夹着大石头和断树轰隆隆砸下。司机慌了，猛打方向盘，可车轮在泥浆里疯狂打滑，泥石流冲上公路，重重撞在吉普车侧面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吉普车直接被推向悬崖，车轮擦地直响，嘎吱一声撞碎路边水泥护栏。吉普车前半截冲出悬崖，后半截死死卡在公路上，底盘刮出火星，车停了，但整个车身在风雨里直晃悠，随时会掉进江里。车里扯着嗓子喊救命。周志远扯掉雨衣，抓起铁撬棍和麻绳冲出去，泥浆没过脚踝，他深一脚浅一脚冲到悬崖边。司机满头是血，死抓方向盘，吓得脸都变了形。后排有个头发花白戴眼镜的老头，痛苦捂着腿卡在座位中间动不了，正是赵国华。周志远扯着嗓子大吼别乱动，越动车越容易掉。他没去拉车门，拿着铁撬棍看准吉普车后轮和路面间的石缝，狠狠插进去，另一头死卡住后保险杠。他把全身重量压在撬棍上，硬生生把车子往下滑的劲给别住了，车子暂时稳住。周志远一手压撬棍，一手把活套麻绳甩进车窗，喊道接住绳子，先绑在腰上。司机一把抓住绳子，哆嗦着往腰上套。周志远大喊你先出来，快！司机连滚带爬挤出车窗。周志远大喝一声，双臂猛发力往回拉，滑轮组起了大作用，几百斤的拉力被分担大半。周志远咬着牙，脚后跟死蹬泥地，硬把司机拖到安全地带。周志远一把拽起司机按在撬棍上，喊道快过来帮我压住撬棍，死死压住，千万别松手。司机吓丢了魂，还是本能的用身子死压撬棍。周志远收回绳子，再次甩进后排车窗，喊道赵工，把绳子套在嘎吱窝下面勒紧。赵国华疼得满头大汗，还算镇定，费力套好绳子，冲窗外点头。周志远喊了声抓紧了。周志远深吸气，麻绳在胳膊上
上缠2圈，双腿岔开腰一沉，青筋暴起。他大吼一声起，拼命往后拉，滑轮吱呀直响，麻绳绷得笔直，水珠瞬间挤飞。赵国华一点点被拉出车窗，腿好像卡了一下，发出一声闷哼。周志远喊道：“忍着点！”借着滑轮猛往后一拽，赵国华终于被拽出车厢，重重摔在泥地里。几乎同时，压撬棍的司机脚下一滑，咔嚓一声，路边石头碎裂，吉普车半悬空。周志远成功拉出受伤的专家和司机，紧接着轰隆巨响，绿色吉普车翻滚着砸进10几米深的泥沟，瞬间被泥石流吞没。司机趴在泥水里看着悬崖边，吓得尿了裤子，连滚带爬往后缩。周志远甩掉胳膊上勒出血印的麻绳，大步跨到赵国华身边。赵国华右腿扭曲着，疼得脸色发白，连哼都哼不出声。周志远左右一扫，折了2根粗树枝，抽出腰带撕下衣服下摆，麻利的把断腿固定死。周志远冲发抖的司机大吼：“搭把手，让他把人弄自己背上！”司机慌忙帮着把人扶起。周志远咬牙把140多斤的赵国华拖在背上，山路全是烂泥，一脚踩下去拔都拔不出，雨水糊住眼睛，他每走一步大腿肌肉都紧绷着，硬生生扛了2里多地，终于看到镇卫生院灯光。赵国华趴在背上按惊，这小伙子不仅脑子活，这股狠劲真难得。赶到卫生院天黑透了，值班老中医手法利落，咔咔2下给赵国华正了骨，呼上膏药绑紧夹板。病房里生着煤炉，周志远脱下室外套搭在铁丝上烤，光着膀子坐小板凳上喘粗气。赵国华靠在床头喝了口热水，脸色缓过来点。他打量着周志远的后背和手上的老茧，越看越觉得这小伙子不简单。赵国华拍拍床沿说：“小伙子，今天这条老命算是你给捡回来的。”赵国华说：“周志远救人那套滑轮组布置的太有水平了，受力点找的一点不差，连摩擦力损耗都算进去了。”赵国华问周志远：“看他这身板和手上的茧子，是市里哪个机械大厂的骨干工人？”周志远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转身笑道：“赵公太抬举他了，他叫周志远，就是个收破烂的，连正式工作都没有，平时爱去废品站淘换旧书，自己瞎琢磨的。”赵国华眉头一皱，满脸不信：“一个收破烂的，能懂滑轮组合拉力，能懂杠杆原理极限承重？”周志远看准机会，这可是省城来的专家，国营大厂厂长想见都得排队，老天爷把人脉送上门，这大腿必须抱紧。他转身走到墙角，从破帆布包里掏出拆得七零八落的电机转子和几张皱巴巴的草图，直接递到赵国华眼前。周志远说：“既然碰上了，他厚脸皮向赵国华请教个事。”周志远指着草图上的线圈走向说：“他最近收了批烧坏的旧电机，想翻新赚差价，但这线圈重绕后一通电就发烫，转速死活上不去。”周志远问赵国华：“是不是他这双层叠式绕法的节距算错了？”赵国华端着搪瓷缸子，本以为是农村小伙瞎捣鼓，可眼角扫到草图，动作猛地停住。他一把放下缸子，水溅被子上都没管，夺过图纸，连腿疼都忘了，身子猛往前探。赵国华问周志远：“双层叠式绕法，一个收破烂的懂这个？”赵国华指着图纸上的节点，语气严厉起来，问周志远：“把主副绕组的圈数比改了，谁教他的？世纪电厂的技术科长都不敢这么干。”周志远不慌不忙拉过板凳坐下，拿起半截铅笔在空白处画了个电路结构。周志远说：“真没人教，他看废旧水泵带不动水，就想着自己改，增加启动电容配合改圈数比，提高起步劲头。”周志远说：“可一试机，温度飙到80度，绝缘漆都快烤化了。”赵国华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这思路太超前了，现在乡镇企业照葫芦画瓢都费劲，这小子居然琢磨跨级改良原厂设计，想法要是落地，电机效率起码提2成。赵国华彻底收起轻视，看周志远像看块绝世好玉。赵国华说：“周志远这思路绝了。”但周志远忽略了最致命的磁饱和问题。赵国华一拍大腿，抢过铅笔在草图背面刷刷画起来，他语速飞快，唾沫星子直飞，让周志远看好。铁芯面积是固定的，周志远强行加圈数，磁力满了，多出的电能全变热量，能不烧吗？赵国华说：“周志远得改线粗细。”赵国华笔尖在纸上重重戳了2下，说：“铜线换粗1号，圈数减15%，在这里加离心开关控制启动电容，转速上来立刻断开副绕组，温度绝对下得去。”周志远脑子转得飞快，立刻接茬问赵国华：“那自己不用普通绝缘漆，改用环氧树脂把定子线圈全包起来呢？绝缘上去散热也大，还能防水防潮，卖给渔业大队抽水绝对耐造。”这话一出，赵国华手猛一抖，水全洒裤腿上，他死死盯着周志远像看怪物。环氧树脂包封技术，这可是省城研究所刚从国外引进的保密新方向，这农村小伙张口就来，还想到了渔业大队的应用。赵国华声音都在抖，问周志远连环氧树脂都知道。周志远摸摸后脑勺打哈哈，说自己看旧报纸说国外有这新材料。周志远说是瞎琢磨的，想着弄点试试。赵国华深吸一口气，眼神满是激动，这哪是瞎琢磨，简直是天生的机械奇才。两人一个教得起劲，一个学得贪婪，从定子绕组讲到转子平衡。赵国华直接拿过废旧转子，用手指比划怎么刮漆包线，整整2个多小时，屋里煤炉子快熄了。赵国华讲得嗓子冒烟，却满脸兴奋直冒汗。赵国华灌了一大口凉水，说自己好些年没遇到脑子这么活的年轻人了，越看越觉得周志远是干大事的料。他冲门外喊小刘，让把自己的包拿来。司机赶紧把沾泥的黑皮公文包递进屋。赵国华拉开拉链，从最里层掏出一个边角起毛的牛皮纸硬壳本，本子有些年头，封皮盘得发亮。赵国华摸了摸封面，一把塞进周志远怀里。周志远翻开一看，问赵公这是干啥？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电机参数、结构图和维修心得，还有进口机器的拆解记录，旁边用红笔标着各种暗病。赵国华硬把本子按在周志远手里，让周志远拿着。是机电厂采购科的李卫东，提好久找赵国华3次，想抄这笔记去讨好厂长。赵国华连门都没让他进，今天给周志远了。
听到李卫东，周志远心里一跳，这可是世纪电厂的实权派，这本笔记的价值简直没法估量。赵国华说这笔记跟了自己20年，留着也是落灰。周志远脑子好使，缺理论底子，这东西在周志远手里能变成真金白银，语气坚定。说完，赵国华扯过白纸，刷刷写下一串号码，拍在桌上。这是赵国华省城研究所办公室的直线电话，以后技术预砍或者缺稀罕零件，随时打给赵国华。赵国华在省城机电圈说话管用。周志远攥紧本子，重重点头。有了这本子和承诺，自己在这机械行当里算是插上翅膀了。晚上8点多，市里救援车到了，几个人冲进来，小心把赵国华抬上担架。临上车，赵国华扒着车门框冲周志远喊：“小周，记住我说的，铜线加粗。”赵国华叮嘱周志远弄不懂马上给他打电话。周志远冲着车灯用力挥手，看着车开远才转身往回走。回到废品站破屋，周志远脱下室外套，快步走到垫着砖头的木桌前。桌左边是牛皮纸笔记，右边是改过的电机草图，正中间是拆开的废旧电机转子。周志远盯着图纸和电机，把废品站升级成机械厂的计划在脑子里成了型。天刚亮，周志远从硬板床上爬起来，用冷水抹了把脸，刚要生炉子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未来报纸系统刷新，泛黄的报纸虚影展开，他一眼盯住社会版右下角的短讯：1990年8月15日，本市红星机械厂破产，以李建国为首的3名8级钳工被迫南下打工，后成合资企业核心骨干，拿下多项国家大奖。周志远猛拍大腿，两眼冒光，8级钳工，这年代就是国宝，光靠一双手和锉刀就能搓出微米级精度的零件。废品站正要改抽水泵电机，手里有图纸，缺的就是这种技术大拿。扫了眼挂历，今天就是8月15日，早饭都顾不上吃。周志远抓起钥匙，跨上28大杠，脚蹬子踩得冒火星，直奔火车站。这3个宝贝要是上了车，可就彻底没影了。火车站人挤人，全是扛着蛇皮袋打工的。周志远靠好自行车挤进大厅，两眼在人群里来回扫。报纸照片上，带头的老工人脸上有道疤。找了10来分钟，他在开水房外台阶上看见3个穿发白蓝工装的中年人，带头那个皮肤黑，左脸有道疤，正闷头啃冷馒头，脚边破蛇皮袋里露出旧扳手和锉刀把手。周志远快步走过去，掏出红塔山，抽出一根递过去：“李师傅，抽根好的。”刀疤脸抬头打量他一眼：“没戒烟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认识你。红星厂的8级大拿李建国师傅，市里机电圈谁不知道？”周志远把烟硬塞进李建国手里，自己也点上一根：“我叫周志远，自己弄了个机械厂，今天专门来找3位师傅，想请你们出山。”旁边一个瘦高个冷笑：“小伙子，老长齐了吗？就学人家开厂？看你这样，别是倒买倒卖的皮包公司吧？红星厂那么大的厂都黄了，你个小年轻能翻出什么了？”另一个胖工人摆手：“老李，别理他，快检票了，咱们去阳城。南边老板开1个月200块，比以前在厂里强多了。”李建国把红塔山别在耳后，起身拍拍屁股的灰：“小兄弟，好意心领了，我们3个拖家带口得赚钱吃饭，你连厂房在哪都没说清，我们可不敢瞎混。”说完，3人拎起蛇皮袋就要往检票口走，1个月300，包吃包住。周志远扯着嗓子喊，3人脚步立马停住。瘦高个咽了口唾沫，转头看他：“你小子吹牛不上税啊？300块，厂长以前1个月都没这么多。”李建国皱眉，转身盯着周志远：“小兄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”李建国问：“你拿什么证明你懂机械，不是骗子？”他边说边从兜里摸出个小孩拳头大的铁疙瘩扔过去。他说：“这是进口柴油机喷油嘴，里面卡死了，南边厂子托他带去当样品，弄坏赔不起。你要真懂行，顾商罗文把它拆开，他就信你是干实事的。”周志远接过喷油嘴掂了掂，这玩意是金刚打造，咬合太紧，硬拧肯定报废，用工厂设备加热冷却不难，但在火车站这地方简直是强人所难。他左右看看，盯上旁边卖早点的摊子。周志远说了声：“李师傅看好了。”周志远大步走过去，花2毛钱买了碗滚烫的热豆浆，又去旁边冷饮木箱拿了根冰棍。3个老工人互相瞪眼，不知道他搞什么鬼。只见周志远把喷油嘴外壳整个浸冒热气的豆浆里烫了1分钟，接着迅速捞出，拨开冰棍纸，把冰凉的冰棍芯死死抵在内芯金属上，呲的一声冒出一丝白气。周志远扯过破抹布垫着，右手捏外壳，左手捏内芯，手腕猛一发力，咔嗒一声脆响，死死咬合的喷油嘴轻松被拧开，螺纹锃光瓦亮，一丝划痕都没有。周志远说：“热胀冷缩，外壳受热膨胀，内芯遇冷收缩，这缝隙不就出来了吗？”周志远把拆开的零件递回李建国手里，顺手把剩下的半根冰棍塞嘴里咬了一口。李建国看着手里完好无损的零件，眼睛瞪得老大。旁边2人也倒吸一口凉气，手法不复杂，但能几秒内想到用豆浆冰棍代替设备，这脑子转得比马达还快，令人叹服。李建国说了声有点意思，看他的眼神变了，彻底收起轻视。周志远趁热打铁，掏出赵国华给的牛皮纸本子，翻到电机改装草图递过去。周志远说：“李师傅，拆零件是小把戏，你们看看这个。”李建国凑过去一看，目光直接定死在图纸上。他常年搞机械，一眼看出门道。李建国说：“这转子铜线加粗的走线方式绝了，磁场效率起码提3成。”李建国双手捧着图纸，手指头都在抖，问这谁画的？这要是造出来，这新电机一旦量产，市面上老旧电机全得淘汰。周志远说：“省城研究所赵国华教授给的技术支持，他亲自改的图。”周志远挺直腰板说：“南下打工，你们撑死就是干活的，留下来跟我干，咱们把图纸变成真家伙，造自己的机器。”说完，他从裤兜掏出一叠厚厚的大团结，这是之前修收音机赚的底子，数出30张，直接拍在李建国手里。周志远说：“这是300块定金，每人100算预支工资，以后干得好有提成，年底有分红，干不干？”红彤彤的钞票晃得人眼晕。李建国攥着钱，看看高精图纸，又看看周志远，他一咬牙。
啊！把火车票揉成一团，狠狠砸在地上。李建国骂了声去他娘的南边，老子不走了！小周厂长，以后我们哥仨就跟着你干了。瘦高个和胖工人也跟着喊退票，干了！半小时后，周志远领着3人坐公交回到废品站小破屋，看着满院子破铜烂铁和漏风棚子，瘦高个老刘傻眼了。厂长，咱们的厂房就这？李建国瞪他一眼，洋洋图纸，有这图纸，茅坑里都能造出金子。别废话，干活！3个老工人一句怨言没说，直接撸起袖子。老刘找砖头盘生火炉子，老王归置废铁腾出工作台。李建国拿着图纸蹲地上琢磨开模具。周志远找出一块干净长条木板，用红油漆刷刷写下几个大字，踩着凳子钉在大门顶上。星火机械维修部正式挂牌。第8章危机暗藏改水泵，台风过境狂敛财。这天，李建国把油乎乎的扳手死死砸在铁桌上，气得直喘粗气。这帮孙子太不要脸了！咱们出什么型号的电机？隔壁街大发作坊第2天就照抄，咱们卖120，他们直接卖60，这还让人怎么活？破厂房里闷得吓人。老刘蹲在墙角抽闷烟，地上扔了一堆烟头。老王拿着抹布死命擦着卖不出去的电机，半天不吭声。半个月前，星火维修部刚挂牌，靠着李建国3个8级钳工的手艺，翻新的电机质量1，10里8乡排队来买。可没几天，镇上几个混子眼红，凑钱搞了个黑作坊，他们买最烂的铜线套个旧壳子往外卖。老百姓不懂行，一看便宜一半全跑去了。现在星火院子里码着200台翻新电机，一台都卖不掉。厂长，要不咱们也降价吧？老刘踩灭烟头，眼巴巴盯着周志远，降到50，咱们手艺好，肯定能把客户抢回来，大不了少赚点。李建国也急得大步走上前，对啊，小周厂长，再耗下去连下个月饭钱都没了，这可是200台电机的本钱。周志远坐在木箱上转着螺丝刀，没吭声。跟黑作坊打价格战是蠢货才干的事，他们用的垃圾材料3天就得烧，星火要是跟着降价，连材料钱都收不回来。就在这节骨眼，他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一块半透明屏幕弹了出来，未来报纸刷新了。周志远眼睛一亮，死死盯住头条，报纸日期是明天1990年8月15日，黑色大标题加粗标红，特大台风黑格比昨夜突袭我市，沿海渔业大队受灾严重，鱼塘漫低，抽水泵全程断货，价格暴涨3倍仍一泵难求。下面还有行小字，大发作坊等劣质电机在暴雨中大面积漏电烧毁，引发多起事故，已被查封。周志远嘴角一挑，老天爷都在帮忙，这帮黑心作坊明天就要被台风一波带走，而全程断货的抽水泵就是他翻盘的底牌。都不用吵了，周志远站起身，把螺丝刀扔在桌上，电机不降价，一台都不卖了。李建国瞪大眼，不卖了？那这200台电机留着下载啊？周志远指着满院子电机拔高嗓门，全拆了，把线圈和转子掏出来，外壳扔一边。老王去废品站拉200个废铁管回来，老刘把库房的铁皮全剪成叶轮，3个老工人全傻眼了。老刘急得直跺脚，说厂长你疯了？老刘急得直跺脚，质问厂长好好的电机拆了干啥？周志远说改抽水泵，死死盯着他们，一点商量余地都没。听着，明天有特大台风，雨水肯定倒灌，沿海那几个渔业大队的鱼塘绝对保不住，到时候全城都要抢抽水泵，咱们这200台电机今晚必须全改成大功率抽水泵。李建国急得直搓手，说小周厂长，天气预报说的是小雨转中雨，哪来的特大台风？你这是听谁说的瞎话？再说改水泵得重新车螺纹、焊水封，一晚上200台怎么干得完？周志远说，我说有台风就有台风，掏出一把大团结拍在桌上，这是买材料的钱，还有你们今晚的加班费，1人50块，干不干？看着红彤彤的票子，李建国一咬牙，拍着大腿喊干！你是厂长，你说了算，就算把这堆铁砸了听响，老子今天也陪你疯一把。有了钱开路，3个8级钳工立马甩开膀子干活。老王推着板车冲出去拉废铁管，李建国开动破旧的2手车床，火星子4溅，飞快给铁管车出螺纹。老刘拿电焊枪蹲在地上滋滋焊叶轮。周志远也没闲着，他把电机的转子重新缠线加大功率，套进防水铁管里，用厚橡胶电圈死死封住接口。4个人光着膀子在闷热的棚子里干得满身是汗，整整一个通宵，打铁焊水管的动静1秒都没停。第2天中午，天色一下黑成了锅底，没过半小时，狂风平地刮起，院墙外的树枝咔嚓折断，紧接着大雨像拿盆往下泼，哗啦啦砸在铁皮屋顶上，吵得连说话都听不清。李建国拿着刚焊好的水泵外壳，看着外面白茫茫的大雨，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说娘的，真有特大台风！小周厂长，你神了！周志远拿毛巾擦掉脸上的黑灰，看着院子里用防水油布盖得严严实实的200台抽水泵，吐出一口气说，别愣着，把电线接好，准备接客。下午3点，风雨稍小了一点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星火维修部的铁门被人一脚踹开，渔业大队队长王大炮浑身湿透，满腿是泥，连滚带爬冲进院子，他身后跟着几个急得眼珠发红的壮汉。王大炮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吼，说老板有没有抽水泵，快给我拿抽水泵啊！王大炮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。周志远走上前递过去一条干毛巾，说，王队长别急，出什么事了？王大炮一把打开毛巾，急得直跳脚，说能不急吗？鱼塘的水都漫过大堤了，再抽不出去，半年的鱼苗全得跑光，大队今年怕是要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李建国在旁边插嘴说，镇上不是有大发作坊吗？他们卖的便宜，你们咋不去那买？一听这话，王大炮气得破口大骂，说去他娘的大发作坊，那帮孙子卖的全是漏电的破烂，一插电直接烧了，还把我们大队一个兄弟电伤了，现在他们老板已经被抓进去了。他一把抓住周志远胳膊，说，小周老板，我跑了市里5家5金店。
店，抽水泵全卖光了。有人手里有存货，一台敢卖老子400块，还他娘的不讲价！你这里到底有没有货？只要有300块一台，我也认了。4个壮汉死死盯着周志远，满眼血丝。周志远没说话，走到院子中间，一把掀开防水油布，200台崭新的大功率抽水泵码成了一座小山，黑色的防水漆亮闪闪的，粗壮的铁管一看就结实耐造。王大炮和几个壮汉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睛直放光。王大炮激动的浑身发抖，伸手就掏钱说：“小周老板，300块一台是吧？我先拿10台。”周志远按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。王大炮脸色一白，急了说：“怎么嫌少？350，不能再高了。”王大炮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大队账上就这点钱了。”周志远拍了拍水泵，声音响亮说：“王队长，你误会了，别人发灾难财，我不干那种缺德事。这水泵150一台，包修包换。”他拍着胸脯保证出问题随时来砸他的招牌。满院子一点声音都没了。王大炮愣住了，呆呆看着周志远，眼眶直接红了。全城断货，别人卖400，这年轻人居然只卖150。王大炮声音都在抖，说：“小周老板，你是个讲究人。”猛地转头冲身后的壮汉吼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拖拉机开进来！”周志远冲李建国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李师傅，给王队长试试咱们的火力。”李建国说了声好嘞，大步走过去，把一台水泵丢进院角积水坑，直接合上电闸，电机发出一阵轰鸣，紧接着一股手腕粗的水柱从出水管猛喷出去，直接飙出10几米远，砸在院墙上。积水坑里的水眼看着往下掉，壮汉们兴奋大叫说：“好家伙，这劲头太猛了！”王大炮彻底服了，死死握住周志远的手说：“小周老板，啥也不说了，以后我们大队所有的机械维修和设备采购全包给你们星火，谁敢去别家买一个螺丝钉，老子打断他的腿！”王大炮大手一挥说：“装车！”几个壮汉像打了鸡血，扛起水泵就往拖拉机上扔。消息传得飞快，不到半小时，附近渔业大队和受灾村子全听说星火有平价抽水泵、拖拉机、3轮车，把星火门前的土路堵得严严实实。有人喊给我来5台，有人喊我要10台，钱在这。周志远站在桌后收钱，收到手软。李建国3人忙得脚底板冒烟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一趟趟往外搬水泵，直到天黑透。院里最后一台水泵被个村长抱走，大门一关，周志远把装满钞票的帆布袋子哗啦倒在铁桌上，一沓沓钞票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李建国3人盯着桌上的钱，连气都不敢喘了。一天内200台水泵全卖光，进账几万块。当地渔业的维修供应彻底被他们拿下了，铁桌上的钱堆得像个小山包。李建国、老刘和老王3人盯着钱直咽口水，眼睛都不敢眨。周志远没废话，直接从钱堆里数出30张大团结，分成3份，一人手里拍了一份，说这是今天的奖金，一人100，拿着。李建国手都在抖，说老板这也太多了，这年头国营厂工人干1个月才几10块，这一天就发了100。周志远摆摆手说：“跟着我干，只要肯出力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”行了，赶紧收拾收拾回家睡觉，明天还有的忙。打发走3人，周志远把剩下的钱锁进铁皮柜，刚躺到折叠床上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未来报纸系统更新了。他闭上眼，眼前冒出一张旧报纸，头条印着大字：宏达机械厂仿制水泵引发大面积烧毁，老板王富贵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被抓，同伙周大强、周小虎落网。周志远猛地坐起身，仔细看正文，新闻写得很明白，镇上宏达厂老板王富贵眼红他这几天卖水泵赚翻了，自己又搞不懂技术，就花500块钱买通了周志远的大伯周大强。周大强借着亲戚名义，把儿子周小虎塞进星火维修部，趁机偷走核心图纸。王富贵拿到图纸，连夜赶工，造出一批劣质水泵低价抢市场，结果惹出大祸。周志远念叨着周大强、周小虎这2个名字冷笑，上辈子这大伯一家没少吸他家的血，父亲生病借钱，大伯一分不掏，还把门反锁。现在看他赚钱了，居然联合外人来偷技术，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第2天一大早，大铁门刚拉开，门外传来大嗓门：“志远啊，大伯来看你了。”周大强背着手，迈着8字步走进来，跟在后头的是嚼着口香糖、没个正形的堂弟周小虎。周大强一进院子，2眼就乱瞟，看到满院子的水泵零件，眼睛都直了。周志远擦了擦手上的机油，站院子中间挡住他们，问大伯来干什么。周大强板起脸，摆出长辈架子，说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听说你这几天弄了个修水泵的买卖，赚了点钱，大伯替你高兴啊。”周小虎吐掉口香糖，插嘴说：“哥，你这摊子铺的挺大，不过我看你雇的这几个人不像好人，一看就不靠谱。”干活的李建国听见这话，气得把扳手往地上一摔，瞪着周小虎就要骂。周志远抬手拦住他，看着周大强说：“大伯有话直说，我这儿忙着呢。”周大强干咳2声凑近说：“志远啊，你年纪轻不懂，外头坏人多，这核心技术、账本啥的怎么能交给外人管？大伯今天把小虎给你送来了，自家兄弟靠得住，以后就让小虎替你管着办公室，帮你盯着图纸和账本，你也能省点心。”周志远心里冷笑，报纸上写的一点不差，这套路来了。他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，皱眉说：“大伯我这庙小，小虎干不惯这脏活累活。”周大强赶紧接话说：“不脏不累，就让他坐办公室，给你打打下手，扫扫地，你总不能连亲兄弟都不管吧？这要是传回村里，人家得怎么戳你脊梁骨？”周志远装作被逼得没办法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行吧，那小虎就留下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办公桌上全是改装水泵的核心图纸，你平时只管扫地，千万别乱碰桌上的东西。”一听核心图纸，周小虎眼睛一亮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哥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乱动。”安顿好2人，周志远转身进办公室，关上门。他坐到桌前，抽出一张空白图纸，拿起铅笔和直尺开始画图。既然要给，那就给个大的。周志远凭着脑子里的机械知识，飞快画出一份水泵改装图。外行看着图纸，画得特别细，参数标得清清楚楚，绝对是真货。但在最关键的2个地方，周志远动了手脚。第一，叶轮和泵壳的间隙，他把原本安全的0.5毫米故意改成0.1毫米。水泵一转快了，金属就会发热，0.1毫米的缝隙，只要转过10分钟，叶轮发热变大，
就会死死卡在泵壳上，直接卡死。第二，电机线圈的电阻，他把数字改小了一截，叶轮一卡死，电机还在通电死命转，电阻又不对，线圈2分钟内就会烧着起火，这就是个定时炸弹。画完最后一笔，周志远拿出国营厂废掉的红头印章，在图纸右上角重重盖了个绝密最终版的戳。他把图纸摊在办公桌正中间，拿东西压住边。接着周志远推门走到院子里，大声冲李建国喊：“老李，我出去一趟，昨天赚的钱太多了，我得去信用社存起来，中午不回来了。”说完，他解下围裙，推起自行车就往外走。路过周小虎身边时，周志远特意交代小虎：“我把办公室门锁了，窗户开着透气，你就在院子里待着，别乱跑。”周小虎连连点头，眼睛却死死盯着办公室半开的窗户。周志远骑出大门，拐了个弯，把自行车往巷子一靠。他根本没去信用社，而是从后门绕到维修部对面废平房的屋顶上。他从包里掏出一台海鸥牌照相机，这是昨晚发完奖金后，他连夜去镇上供销社主任家买的二手货，里头装好了胶卷。周志远趴在屋顶上举起相机，镜头死死对准自己办公室那扇窗户。等了不到20分钟，院子里的周小虎见李建国他们都在低头干活，没人注意自己，就轻手轻脚溜到办公室窗户下。他左右看了看，双手扒住窗台，身子一窜，直接翻进办公室。咔嚓一声，周志远按下快门，把周小虎翻窗的动作拍得一清二楚。办公室里，周小虎一眼就看到桌子正中间那张盖着绝密印章的图纸，他激动得手直哆嗦，抓起图纸胡乱折了2下，塞进夹克衫内兜里。接着他又顺着窗户翻出来，装作没事人的样子溜达出大门。咔嚓咔嚓2声，周小虎拿图纸、塞衣服、翻窗出来的全过程。周志远将这一切全都拍进了胶卷里。周小虎出了大门，一路小跑，直奔镇东头的废品站后巷。周志远从屋顶跳下来，远远跟在后头。后巷拐角处，宏达机械厂的老板王富贵正搓着手走来走去。周小虎喘着粗气跑过去，从怀里掏出那张假图纸递过去。王富贵一把抢过图纸，展开看到上头细致的数字和绝密印章，乐得大牙都露出来了。王富贵夸周小虎干得漂亮。王富贵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大团结塞给周小虎。王富贵说这是500块钱，拿去花。周小虎沾着唾沫数钱，笑得眼睛都快没了。躲在不远处墙根后的周志远举起相机对准正在交易的2人。周志远按下快门，而王富贵拿着那张带有绝密印章的图纸跑回了宏达机械厂。一进门，他死死反锁大门，把干活的师傅全叫到办公室。王富贵让师傅们都停下手里的活，把图纸往桌上一拍，眼睛放光。王富贵说这是星火维修部最新款抽水泵的图纸，他花大价钱弄来的。几个师傅凑上前看，上面画满了参数和走线，看着像那么回事。一个老师傅皱眉指着图纸问，这图纸上的转子和定子间隙标的是不是太小了点？老师傅又说还有这线圈的绕法，电阻好像不对劲啊，这要是转起来散热能行吗？王富贵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瞪眼骂道，你懂个屁。王富贵说人家周志远靠着这技术，这几天把渔业大队的钱都赚麻了，这叫高科技，让师傅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老师傅被骂得缩缩脖子不敢吭声。王富贵点上烟，美滋滋抽了一口，说为了赶紧出货抢市场，咱们里面的铜线换成西1号的，外壳也别用那么厚的铁皮，用薄的，反正包在里面谁也看不见。王富贵让工人们没日没夜的干，3天内要看到100台现货。工人们不敢顶嘴，只能连夜开工。王富贵为了省钱，材料全用最差的，加上图纸本来就是周志远特意改错的，这批抽水泵简直就是定时炸弹。3天后，宏达机械厂大门前挂起大红横幅，上面写着新型大功率抽水泵，价格直降30%，清仓大甩卖。消息一出，整个镇上的渔民都轰动了。前几天周志远改装的抽水泵确实好用，但价格摆在那，现在王富贵这边长得一样的机器，居然便宜将近1/3，谁能不动心？一大早，宏达机械厂门口就排起长队，一个黑胖的渔船船长扯着嗓子问王老板，你这机器真和星火维修部的一样好使？王富贵站在台阶上拿大喇叭喊，刘船长，你这话说的。王富贵说他这可是托省城的关系弄来的核心技术，不仅一样，还给渔民们让利，大家赚钱都不容易，他王富贵就是想交个朋友。渔民们一听这话，纷纷掏出兜里皱巴巴的钞票，有人喊给我来1台，有人喊我要2台。短短一上午，王富贵就卖出去80多台抽水泵。看着装满钞票的皮包，他嘴巴都咧到后脑勺了。中午，王富贵特意溜达到星火机械维修部门口，隔着马路往里看，店里冷冷清清，一个顾客都没有。王富贵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，扯着嗓子怪声怪气的喊，哎呦，这不是周老板吗？王富贵问，怎么今天生意这么惨啊？是不是技术不行，被人比下去了？店里，周志远正坐在摇椅上喝茶，徒弟小刚气得攥紧扳手，咬牙说，师傅，这老王八蛋太狂了，他偷咱们的图纸，还跑来砸场子，我出去揍他。周志远吹了吹茶杯里的浮沫，说让他先蹦跶2天，飞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越惨。去，把咱们店里的灭火器都检查一遍，这2天镇上估计不太平。小刚没听懂，但还是乖乖去检查灭火器。王富贵见周志远不搭理他，以为周志远认怂了，更加得意地背着手回厂子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他卖出去的那些抽水泵，马上就要让他赔个底朝天。第2天清晨，码头上起着大雾，刘船长正带着几个船员在甲板上忙活。昨晚刚下过大雨，船舱里积了不少水。刘船长挥手指挥，说把昨天刚买的新水泵接上，赶紧把水抽干，咱们好出海。船员赶紧把宏达机械厂买来的抽水泵搬出来，插上电源扔进水舱，机器一通电，立刻发出一阵刺耳的嗡嗡声。刚开始水管里确实抽出了水，刘船长满意的点头抽起烟。可10分钟不到，情况就不对劲了，那台抽水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从嗡嗡变成了咔咔的摩擦声。
周志远在那张假图纸上故意把转子和定子的间隙改小了 0.5 毫米。机器刚启动时还是冷的，勉强能转，但只要一发热，金属一热就胀，转子一膨胀直接死死卡在定子上，转子一卡死，电流瞬间飙升。加上王富贵为了省钱用的系统线，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的电流，水舱里爆出一团刺眼的电火花，紧接着一股浓烈的黑烟夹杂着刺鼻的塑料烧焦味冲天而起。船员吓得尖叫，说船长不好了，水泵着火了。刘船长转头一看，魂都快吓飞了，那台抽水泵的外壳已经烧得通红，火苗子顺着电线往上窜，眼看就要烧到旁边的柴油桶了。刘船长扯着嗓子大吼，说快断电，拿湿棉被捂上。刘船长连滚带爬冲过去，一把拔掉电源插头，几个船员慌慌张张抱来打湿的厚棉被，死死压在水泵上，好半天火苗才被扑灭。刘船长一屁股坐在甲板上大口喘气，后背全被冷汗湿透。他掀开棉被一看，昨天刚买的新水泵已经烧成一坨黑漆漆的废铁，外壳全化了，里面的铜线烧得像一团乱麻。还没等刘船长缓过劲来，不远处的另一艘渔船上也传来惊呼，有人大喊着火了，快救火啊！紧接着第3艘、第4艘、第5艘，整个码头上到处都是浓烟和电火花爆裂的声音。凡是买了宏达机械厂水泵的渔船，全部在转了10几分钟后严重烧机，因为电线短路点着了旁边的渔网，火势蔓延，几个船员拼了老命才把火扑灭，半个船舱都被烧黑了，码头上彻底炸锅了，空气里飘着刺鼻的焦糊味，渔民们的怒火比这火苗烧得还旺。刘船长气得脸都红了，说王富贵这个王八蛋卖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，这是要咱们的命啊！刘船长一脚把废铁踹下船，有人说我的手都烫起泡了，这机器漏电漏得吓人，还有人说差点把我的柴油桶点着了，走，找他算账去。上百个愤怒的渔民自发聚在一起，把烧成黑炭的抽水泵扔在手推车上，一大帮人朝镇东头的宏达机械厂走去。此时王富贵还在办公室里打着算盘，盘算着再去进一批便宜材料大赚一笔。砰的一声巨响，办公室的玻璃窗被砸得粉碎，一个烧得焦黑还在往外冒烟的抽水泵飞进来，砸在办公桌上，把茶杯砸了个稀烂。王富贵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王富贵站起来破口大骂，谁他娘的乱扔东西！他刚走到窗边往外看，腿肚子瞬间软了。只见厂子大门外黑压压围满了人，上百个愤怒的渔民举着扳手、铁棍和烧坏的水泵，把大门堵得死死的。刘船长站在最前面，手里拎着一根粗铁棍，把铁门砸得震天响，喊道：“王富贵，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奸商，滚出来！”渔民们大吼着：“退钱，赔偿我们的损失，差点把老子的船烧了！今天你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把你这破厂子拆了！”渔民们大吼着，王富贵脸全白了，冷汗顺着脑门往下淌。他硬撑着打开大门走出去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大家别激动啊，有话好好说，是不是你们操作不对，把机器弄坏了？”刘船长冲上去一把揪住王富贵的衣领，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，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老子打鱼10几年，用坏过多少水泵？你这机器刚通电10分钟就冒火星子，外壳都烧化了，这也是操作不对。”说着，刘船长把手里的废铁狠狠砸在王富贵脚下，其他渔民也纷纷把烧坏的水泵扔过来，在王富贵脚下堆成小山。一个懂点维修的船员指着残骸大骂：“你看看这线圈，细得跟头发丝一样，你看看这间隙，全卡死了！你为了赚钱，拿这种垃圾糊弄我们，出了人命你赔得起吗？”王富贵看着地上烧成黑炭的机器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他终于明白过来，自己被骗了。那张图纸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，是个催命符。周志远是故意让他偷走的。王富贵拼命挣扎，指着星火维修部的方向大喊：“不是我的错，是周志远，是他给我的假图纸！”刘船长气得不行，骂道：“你还敢狡辩！”扬起拳头就要砸下去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刺耳的警笛，2辆公安局的吉普车和1辆工商局的面包车开进巷子，停在厂子门口。几个穿制服的干警和工商局干部迅速下车，拨开人群走进来。带队的王所长扯着嗓子喝道：“都住手！干什么呢？想聚在一块闹事吗？”渔民们这才松开王富贵，抢着告状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孙子卖劣质水泵，差点把我们的船都烧了！”渔民们齐声要求严惩这个奸商。工商局的干部走到那堆烧坏的水泵前，蹲下身子仔细检查，站起身黑着脸看着王富贵说：“线径严重不达标，内部结构完全不符合安全规范，这根本不是产品，这是炸弹！王富贵，你胆子太大了！”王富贵瘫坐在地上，脸白得像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所长一挥手说：“把人带回去，查封整个厂子，所有账本和库存全部带走。”2个干警上前，一左一右架起王富贵，直接塞进警车。王富贵的黑作坊被查封，没半天就传遍了全镇。王富贵进了派出所，吓得腿软，警察还没怎么问，他就全招了。为了甩锅，直接把卖图纸给他的人咬了出来。下午2点多，周志远坐在店里，端着大搪瓷缸子喝凉白开。门外猛地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一声杀猪般的干嚎：“没天理啊！亲侄子要把亲堂哥往死里逼啊！我不活了！”周志远放下茶缸，抬头看去，大伯母披头散发冲进院子，一屁股坐地上，拍着大腿扯嗓子嚎。大伯周大强黑着脸跟在后头，死死拽着吓得直哆嗦的堂哥周建国。周建国连头都不敢抬，缩着脖子像个鹌鹑。动静太大，街坊邻居呼啦啦全围到门外看热闹。周志远坐在椅子上没动，冷眼看着大伯母撒泼。周大强见他不搭理，上前一步指着他鼻子骂：“志远，你个没良心的小畜生，你还真报警抓你哥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今天必须去派出所把案子消了。”周志远冷笑一声：“大伯，你这话说的有意思，他半夜撬我门，偷我图纸卖给王富贵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骨头连着筋？”大伯母从地上弹起来，扯着嗓子骂：“放你娘的屁，那叫偷吗？建国是你哥，拿你几张破纸看两眼怎么了？你这不是没少一块肉吗？你个黑心肝的，非要看你哥吃枪子你才高兴，看两眼！”周志远起身走到周建国面前，吓得他往后直躲。你看两眼，能把图纸卖给王富贵换300块钱？你看两眼，能跟王富贵串通好，让他照着我的图纸造假水泵，想把我这维修部的牌子彻底砸烂？周志远声音不大，
但字字句句砸得叮当响。门外的街坊听见这话全炸了锅。哎呦，原来是周建国偷的图纸啊！这亲戚心也太黑了，这是要断人家志远的活路啊！周大强脸上挂不住，咬咬牙换了副语气打感情牌。志远啊，建国就是一时糊涂，你看在你死去的爸妈份上，饶他这一回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关起门来怎么打都行，你不能让他去蹲大牢啊！他还没娶媳妇呢，你还有脸提我爸妈？周志远眼神彻底冷下来，转身走到办公桌前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泛黄旧账本甩在桌上。既然今天街坊们都在，那咱们就把旧账好好算算。周志远指着账本大声说：“当年我爸妈走得早，厂里发了800块钱抚恤金。大伯，你拍着胸脯说帮我存着娶媳妇，钱呢？一分没见着，全给你家翻修大瓦房了。”周大强脸色一变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。那是我代管，连我爸妈留下的老房子也被你找借口占了，把我赶到漏雨的破棚子里住。我饿肚子的时候，你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吃肉，连口汤都没给我留过。周志远声音更冷，现在我自己凭本事开了这维修部，刚挣点辛苦钱，你们又眼红了，让周建国来偷图纸，想把我往死里整。你们这是当亲戚吗？你们这是当仇人？门外的张大爷敲着拐棍骂：“周大强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连孤儿的钱都贪，现在还干这种缺德事！”嘿，林婶也跟着指指点点，就是平时看着像个人，背地里这么坏。志远，别听他们的，这种人就该抓进去。大伯母看周围人都在骂，彻底急眼，他爬起来抄起墙角的铁棍，疯了一样朝周志远扑过去，说：“小兔崽子，我今天先打死你，看你怎么去告状！”没等他冲到跟前，8级钳工老徐拎着大号管钳挡在周志远身前，眼睛一瞪，管钳往地上一砸，咣的一声巨响，把大伯母吓得硬生生刹住脚。“你动一下试试！”老徐粗着嗓子吼：“敢在星火维修部闹事，老子一钳子废了你！”大伯母吓得手一哆嗦，铁棍掉在地上，他刚想坐下撒泼，巷子口开进来一辆闪着警灯的偏3轮，王所长带着2个警察大步走进院子。周建国在这儿呢，跑得倒挺快。王所长一眼盯住缩在周大强身后的周建国，周建国一看警察来了，吓得双腿一软跪在地上，裤裆瞬间湿了一大片。“警察同志，我错了，都是王富贵让我干的，他说给我300块钱，我就是犯了浑啊！”周建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王所长冷着脸走过去，掏出手铐，咔嚓铐在他手腕上，“去局子里慢慢说吧，王富贵连你半夜怎么撬门的都交代得明明白白。”周大强急了，上去就想拉扯警察。“警察同志，通融，这是我家亲属内部矛盾。”“什么内部矛盾？这是盗窃商业机密罪。”王所长一把推开周大强，指着他：“周大强，王富贵还交代了，那300块钱赃款是你亲自去拿的，你涉嫌包庇和销赃，一起带走。”2个警察上前两边架住周大强。大伯母一看男人儿子都被抓，两眼一翻晕死过去。旁边看热闹的村民没一个服，全往后退，生怕沾上晦气，把人弄醒，一起带回去做笔录。王所长一挥手，几分钟后警车开走了，院子重新安静下来。老徐收起管钳，冲周志远竖起大拇指：“老板，痛快！”周志远看着警车消失的方向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把店里的活交代给老徐。周志远直接买了张去省城的绿皮火车票，车厢里全是汗味和瓜子皮味，他靠在硬座上闭眼装睡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未来报纸系统开启，一块只有他能看见的淡蓝色光幕弹了出来。周志远熟练翻到商业版，死死盯住1991年的一篇头条报道，标题写得清清楚楚：下沉市场爆发现象，农村家电的黄金时代。报道上说，90年代初城里人都买彩电冰箱了，农村连个电风扇都用不上，因为大商场的风扇太贵，动不动100多，农民根本舍不得买。后来有个姓王的老板低价收了省城第一电机厂的机压电机，弄了重简易塑料风扇，30块钱一台，在农村直接卖疯了，一个夏天就赚成了百万富翁。那个快破产的第一电机厂也靠这笔订单活了过来。报道连王老板塑料件加电机的组装模式都扒了个底朝天，材质和成本写得明明白白。周志远睁开眼笑了，姓王的老板，对不住了，这笔横财我先截胡了。做抽水泵是看天吃饭，台风一过就没生意，家电才是真赚大钱的买卖，只要拿下第一电机厂的库存，星火机械维修部就能直接升级成星火电器厂。下了火车，周志远拎着2只老家散养的土鸡，直奔省城机械学院家属院，敲开3楼的绿木门，带老花镜的赵国华愣了一下，接着笑得满脸褶子。赵国华哎呀了一声，说：“志远，你小子可算来看我了。”赵国华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拽进屋。周志远说：“赵老，家里带的2只土鸡，给您补补身子，然后放下鸡。”赵国华说来就来，带什么东西？上次泥石流，要不是你用那力学原理把我弄出来，我这老骨头早埋山里了。赵国华赶紧招呼老伴倒水，两人坐下没聊几句，周志远就直接开口，把想办电器厂造风扇的事说了。周志远说：“赵老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您帮个忙，看能不能联系一家靠谱的电机厂弄批好货。”话音刚落，里屋走出来个穿灰中山装的胖子，他拧着眉头，端着个搪瓷茶缸，满脸发愁。胖子说：“老赵，你这客人心挺大啊。”然后一屁股坐下，上下打量周志远，满脸看不上地说：“现在这年头，是个个体户就敢说自己要办电器厂。”赵国华赶紧介绍说：“志远，这是省城第一电机厂的张厂长，今天刚好来找我诉苦。”老张，你别看志远年轻，他可是个技术天才。张厂长摆摆手，喝了口茶直倒苦水，说：“老赵啊，你不知道我现在多难，仓库里2万台微型电机，全是用上好紫铜线绕的，质量没得挑，可外头那些大风扇厂非要压价，还拖欠货款，我愁得头发大把掉。”说完，他斜眼瞅着周志远，问小伙子：“你想造风扇？你有开模具的钱吗？有销售渠道吗？大商场的柜台你能挤进去？你一个修机器的跑来凑什么热闹？”周志远没出声，静静听着。张厂长越说越起劲，说：“我厂里那堆电机就算不好卖，也不能当废铁处理，给你一个乡镇小作坊，你吃不下也玩不转。”这话说的难听，赵国华脸色挂不住，刚想帮腔，周志远却笑了。周志远说：“张厂长，您厂里仓库压了2万多台电机，外头3角债要不回来，
账上没钱，下个月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了，对吧？周志远身子前倾，死死盯着张厂长。张厂长手一抖，茶缸里的水差点洒出来。他猛地瞪大眼，活见鬼似的看着周志远。这可是厂里的最高机密，连赵国华他都没说这么细，这乡下来的毛头小子怎么知道的？周志远当然不能说是看报纸知道的。他拿起桌上的铅笔，扯过一张旧报纸的空白处，刷刷画了个草图。周志远说：“张厂长，您说的大商场我压根没打算进。”周志远用笔尖重重敲桌子，说要做的是下沉市场，也就是卖给农村人。张厂长愣住了，说：“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，买什么风扇？”周志远语气痛快地说：“那是以前，现在包产到户，农民手里有闲钱，他们不是不买，是嫌100多块的铁皮风扇太贵。”周志远指着草图开始算账，说：“咱们搞模块化，底座、扇叶、网罩全用便宜结实的塑料件，找个乡镇塑料厂随便就能做，全套成本不到5块，加上开关电线，最多也就2块，电机直接装上面，插电就能转。城里人可能嫌不好看，但农村人只图凉快、便宜、耐造。”周志远声音越来越亮，说：“张厂长，这电机底价给他8块，一台风扇总成本死死压在15块以内，他卖30块，利润翻倍，全省几千万农民，这市场有多大？厂里那2万台电机都不够他塞牙缝的，屋里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。”张厂长盯着草图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他干了半辈子电机，脑子里全是给大厂做配套，从没想过风扇还能这么造，不用铁皮壳子，全用塑料拼，成本压到最低，专卖给农民，这账算得太绝了。张厂长喘着粗气，脸憋得通红，他心里清楚，这绝对是个赚大钱的买卖，更是救活电机厂的唯一机会。张厂长一拍大腿，激动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好小子，这脑瓜子怎么长的？”可他马上又一脸为难，说：“思路是好，可周志远毕竟是个体户，2万台电机不是小数，拿什么担保能结清货款？万一他跑了，自己这厂长也干到头了。国营厂规矩严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”周志远正盘算怎么谈分期，旁边的赵国华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赵国华指着张厂长的鼻子骂，说：“张胖子磨叽什么？志远的技术他见过，人品他信得过，这是他担保了。”张厂长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老赵这可不是开玩笑，几10万的货款啊！”赵国华瞪着眼说：“他没开玩笑，周志远要是欠1分钱，张厂长直接扣他退休金，他这套房子也抵给张厂长，问行不行？”老专家平时脾气好，这会儿发起火来，震得张厂长半天不敢吭声。张厂长看看气呼呼的赵国华，又看看一脸平静的周志远，猛地一咬牙。张厂长说：“行，赵老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再不点头就不是人了。”他一把抓住周志远的手，用力晃，说：“小周，2万台电机他给底价，先发2000台试水，卖完再结账，全省的独家代理，他给周志远了。”周志远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，反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张厂长放心，最多1个月，这2000台的货款他一分不少打到厂里账上。”三人重新坐下，张厂长直接借赵国华家的电话打给厂里，让人马上起草独家代理合同送来。等合同的功夫，周志远又把组装细节跟2人透了透。赵国华不愧是机械专家，当场提了几个优化散热的建议，这些建议能让风扇寿命延长1倍。张厂长在旁边听得一个劲点头，对周志远彻底服气。这年轻人懂市场又懂技术，绝对是干大事的料。半个多小时后，电机厂办事员满头大汗的把合同送来。周志远仔细看完条款，爽快签下名字。张厂长掏出公章重重盖上。有了这份合同，星火电器厂的命脉彻底打通。周志远把合同揣进贴身内兜，起身告辞。周志远对赵老和张厂长说：“厂里一堆事等着处理，就不多留了。”赵国华拍拍他肩膀，让他去吧，好好干，遇上技术难题随时打电话。张厂长也乐呵呵地对小周说：“电机明早装车发过去，他等周志远的好消息。”周志远用力点头，转身大步走下楼。他揣着厚厚的合同，直接踏上回乡的列车。下了火车后，连家都没回，直奔镇政府大院。他包里揣着省城大厂的独家代理合同，底气足得很。之前靠修水泵抗台风，他在镇上早打出了名气。到了镇长办公室，周志远把合同往桌上一铺，对镇长说要拿地建厂。省城机电厂的电机代理他拿下来了，资金也到位了，就差一块地皮。镇长一看那大红公章，眼睛都亮了，这可是实打实的政绩。他二话不说，大笔一挥，当场就批下了那块地，直接把镇东头那块15亩的荒地批给周志远，手续一路绿灯。当天下午，所有手续就全部办齐了。周志远手里有钱，干活麻利，他直接包下镇上最大的工程队，几十号工人开进荒地，推土机轰鸣，大卡车拉着砖头水泥来回跑。不到3天，厂房地基就挖好了，周围拉起一圈红布条。今天是星火电器厂正式奠基的大日子，镇东头敲锣打鼓，鞭炮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，台子搭得老高，铺着红地毯。周志远特意换上一身黑西装，头发梳得齐整，皮鞋擦得锃亮。他往台子中央一站，身板挺直，一看就是干大事的老板。台下黑压压围了几百号人，世纪电厂的采购科长李卫东特意开吉普车来捧场，正跟镇长站一块有说有笑。之前招的8级钳工老杨，现在升了车间主任，他领着几10个新工人，穿着新发的蓝工装排在台下，个个挺着胸脯。周志远拿起麦克风，声音传遍全场，说今天咱星火电器厂正式扎根，以后咱不仅要修机器，还要造机器，造老百姓用得起的电器。只要大家跟着他好好干，他保证让大伙顿顿吃肉，年底拿大红包。老杨带头大喊了一声好，底下工人立刻拼命鼓掌，手都拍红了。围观乡亲也跟着叫好，场面热闹得很。就在离现场不到200米的飓风饭馆后院，苏丽红正蹲在水槽边洗碗，她穿着洗发白的旧褂子，头发乱糟糟盘在脑后，双手泡在油腻的脏水里，冻得通红。自从退婚的事闹开，她
他的名声在十里八乡彻底臭了，加上大伯一家偷图纸被抓，他家也跟着倒霉，根本找不到好人家。为了混口饭吃，他只能跑到小饭馆端盘子洗碗。胖老板娘叉腰站在后门，指着苏丽红鼻子大骂，说他死人啊，洗个碗磨磨蹭蹭，前面客人都催上天了。苏丽红吓得一哆嗦，手里沾着洗洁精的盘子滑出去，啪的摔在地上碎成几瓣。老板娘气得脸上的横肉直抖，几步冲过来，一巴掌拍在苏丽红后脑勺上，骂他个败家玩意儿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让他洗个碗他给摔碎了，今天工钱扣一半，赶紧把那桶泔水拎到后街倒了。看着他就心烦。苏丽红捂着脑袋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她咬牙站起来，两手费力拎起那桶酸臭的泔水，一瘸一拐往外走。刚走到街口，他就听见正东头传来震天的掌声和叫好声。苏丽红探头顺着人群方向看去，只看了一眼，她整个人就僵住了。高高的台子上，那个穿着一身好西装，被镇长和市里大干部围在中间的男人，竟然是周志远，那个曾经啥都听他的，被他骂成穷光蛋，最后被他一脚踹开的周志远。苏丽红揉揉眼睛，不敢相信，可那身形长相绝对是周志远没错。现在的周志远身上哪还有半点穷酸气，站那威风的很。旁边看热闹的两个大妈正凑在一块嘀咕，一个大妈说：“哎呦，这周老板可真年轻，听说才20出头，这就开上大工厂了。”另一个大妈说：“可不是嘛，听说人家手里攥着几10万现款呢，连省城的大专家都来帮忙，这可是咱镇上首富了。不知道哪家姑娘有福气嫁给他，以后就是妥妥的老板娘，天天吃香喝辣，出门都有小汽车坐喽。”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进苏丽红心里，几10万现款、大工厂、老板娘，苏丽红脑子嗡的一声，手猛地一松，吧嗒，沉重的泔水桶掉在地上，酸臭的泔水溅了他一裤腿，他却跟没感觉一样。他低头看看自己沾满油污的双手，又看看台上风光的周志远，肠子都悔青了。要是当初没听大伯的话，没贪那点彩礼去骗周志远，现在站在台上的老板娘就是他，那些工人都得管他叫老板娘。镇长见了他也得客客气气，哪还用在这端盘子受气？苏丽红越想越急，猛地推开前面挡路的大妈，拼命往人群里挤。他一边挤一边喊让开，都给他让开。周志远以前连命都愿意给他，只要现在冲上去认个错，掉几滴眼泪说是被逼的，他肯定心软。只要和好，他马上就能当老板娘。苏丽红使出吃奶的劲，硬从几百号人里挤出一条路，冲到台子底下。苏丽红扯着嗓子尖叫：“志远，志远！”踩着泥巴地就要往台阶上爬。台阶旁的两个保安动作快，直接挡在他面前。一个保安黑着脸问干什么的，往后退，一把揪住他后衣领。保安像拎小鸡似的把他从台阶上拽了下来。苏丽红拼命挣扎，双手乱挥大嚷放开他。他们瞎了眼了，她是他们老板媳妇，她是这厂子的老板娘。志远，让他看看他。苏丽红喊了声：“我是丽红啊！”周围人全愣住了，齐刷刷转头看他，一看他满身油污，裤腿上还沾着泔水菜叶的邋遢样，人群里立马大笑起来。有人问这疯婆娘谁啊？想男人想疯了吧？有人嘲笑说还老板娘呢，一身泔水味，熏死人了。有人认出来说这不就是飓风饭馆洗碗的苏丽红吗？听说以前骗过周老板的钱被退婚了，现在看人家发财又想来倒贴，真不要脸。听着周围人指指点点，苏丽红脸涨得通红，她顾不上丢人，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双手拍着大腿开始撒泼打滚。苏丽红哭喊着说：“志远啊，我错了，我以前是猪油蒙了心，都是我大伯逼我的啊。”她求周志远原谅这一回吧，咱俩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苏丽红说：“以后天天给你洗衣做饭，伺候你一辈子。”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抬头眼巴巴望着台上的周志远，满心以为他看到自己这么惨，肯定会跑下来扶他。台上讲话被打断了，镇长皱起眉头，李卫东也一脸疑惑看向台下。周志远放下话筒，转过头，居高临下看着在泥地里撒泼的苏丽红。苏丽红见周志远看过来，眼睛一亮，哭得更大声了，伸着手想让他拉自己一把，可周志远脸上没有半点心疼，他冷冷扫了一眼，像在看路边的一袋臭垃圾。周志远皱了下眉，转头冲旁边的保安队长说：“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别让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捣乱，弄走。”保安队长一看老板发话，立刻冲两个保安挥手喊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人架出去！”保安队长生怕这些人脏了老板的眼，两个5大3粗的保安立马冲上前，一人架住苏丽红一只胳膊，两个保安毫不留情地将她从地上拖了起来。苏丽红惨叫着喊：“放开我！志远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”苏丽红哭喊着提起志远曾经许下的婚约。苏丽红双脚离地，像杀猪一样惨叫着，被两个保安硬生生拖出电击现场，一把扔到几百米外的臭水沟旁。台上的周志远转过身换上笑脸，继续跟镇长和李卫东有说有笑。苏丽红被保安当垃圾扔出去后，周志远连头都没回，转身就跟李卫东签了长期电机供货协议。不到1个月，星火电器厂的厂房盖完，几条生产线直接开满，车间里电机声响成一片。周志远站在流水线尽头，看着第一批组装好的电风扇点头，脑子里叮的一声提示音响过，未来报纸系统弹出一份泛黄的报纸头条，上面写着90年代初农村家电普及率迎来大爆发，下沉市场大家会抢着买东西。看完这行字，周志远心里彻底踏实了。8级钳工老陈穿着旧工作服，拿把螺丝刀乐呵呵走过来，摸着风扇外壳笑得满脸褶子，问老板：“你这脑子到底咋长的？”老陈说：“塑料外壳咱们自己找厂子开模，电机从李科长那拿得出厂价，我刚仔细算过账，这一台风扇的本钱连30块都不到。”老陈竖起3根手指头，激动得直晃。周志远拍着结实的塑料底座笑笑，这叫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咱们不搞中看不中用的电镀零件，就图结实耐用，风力够大，经得起摔打，耐用才是硬道理。老陈脸上的笑收了回去，叹气道：“本钱是低，东西也真好。”
好，可这销路咋办？我昨天跑了趟县百货大楼，想找经理谈进场的事，结果呢？周志远拉过椅子坐下，老陈气得直拍大腿。那个姓王的主管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他说咱们这牌子没听过，进商场可以，但得压咱们3个月货款，而且每卖出去一台，还得给他个人抽5块钱辛苦费，这他娘的不是明抢吗？周志远听完一点没生气，反倒冷笑一声，压3个月货款。周志远心里骂道：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！他猛地站起身，眼神发狠，咱们的货根本就不进百货大楼。老陈愣住了，手里螺丝刀差点掉地上，不进大商场，那咱们这几千台风扇卖给谁去？总不能堆在仓库生锈吧？周志远大步走到车间门口，伸手往外头填野一指，卖给乡下老百姓，卖给真正需要风扇又嫌商场太贵的人。老陈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哎呦我的老板哎，你这是没下过乡。农村人土里刨食，1分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，谁舍得花钱买电风扇？他们夏天摇大蒲扇不花1分钱，那是以前。周志远转身拍着风扇铁网罩，敲出当当响声。商场里一台风扇卖120，还要工业券，老百姓当然买不起。咱们这台不要票，只卖68。老陈还是没底，直搓手，68也是钱。农村人怕花冤枉钱，万一这铁疙瘩坏了，村里连个修电器的地方都没有，人家肯定不敢买。周志远嘴角一勾笑了，所以我准备了绝招。这风扇是搭积木一样的设计，拆装简单，咱们不搞坐垫等客那一套，直接组建车队送货下乡，搞试用保修。2天后，星火电器厂大院里整齐排着30辆崭新28大杠自行车，每辆车后座两边用粗麻绳死死绑着2个大纸箱，顶上还横绑一个，一辆车足足带5台电风扇，压的车胎都瘪下去一块。30个精壮小伙跨在车上，晒得满头大汗，眼里却直冒光。周志远站在台阶上拿铁皮喇叭大喊：规矩都记清楚没有？带头青年柱子扯着嗓子喊：记清楚了，不要票，卖68，先拿回家试用3天，1分钱不收，坏了免费换零件。好，出发！周志远大手一挥，30辆自行车冲出厂门，顺着黄土路朝4面8方乡镇狂奔。大中午太阳毒辣，城南王家村村头的大榕树下，坐着10几个摇大蒲扇乘凉的大爷大妈，个个热得满身汗。柱子骑车进村，把自行车往大树底下一停，支起大梯子，抹把汗，扯着嗓子喊：星火电器厂下乡送清凉了，不要票的电风扇便宜卖了。大树下的大爷大妈全被这一嗓子招过来了。一个穿白背心的大爷凑近看纸箱，直摇头说：小伙子别瞎忙活了，这玩意商场卖100多，咱们泥腿子用不起。再说这东西费电，坏了都没处修。柱子二话不说掏出一台电风扇，跑旁边村委会窗户底下借插座通上电，按下开关，扇叶猛地转起来，呼呼风声响起，一股强劲凉风直吹进人群，把大爷大妈的头发都吹飞了。白背心大爷舒服的直眯眼，拼命往风扇跟前凑，说：哎呦喂，这风真大，比我这破蒲扇凉快多了。大妈们也围上来摸摸这摸摸那，满眼稀罕的问小伙子：这风扇得100多块吧？还得要工业券不？柱子拍着大腿大声回说：大妈不要票，只要68，而且我们老板说了，咱们这风扇结实的很，根本摔不坏。为了证明，柱子当众一把扯下风扇铁网罩，用力拔下塑料扇叶，手一挥，啪的重重摔在泥地上。村民们吓了一大跳，心想这小伙子是不是热疯了？这么好的东西往地上砸。结果柱子弯腰捡起扇叶，拍掉灰土往电机上一插，装上网罩，重新按下开关，风扇照样呼呼转，一点毛病没有。柱子拍着胸脯大声保证说：看见没，摔不坏，哪块坏了换哪块。今天大家把风扇拿回家，免费试用3天，3天后我再来，觉得好用您掏钱，要是觉得不好用或者费电，我原样拿走，绝对不要您1分钱。村民们全炸锅了，说啥先拿回家用，不要钱，去供销社买盒火柴都得先给钱，哪有先用后给钱的好事？白背心大爷第一个冲上去，死死抱住风扇不撒手，说：给我来1台，我先拿回家试试。我也要1台，天热的我大孙子一身痱子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不到10分钟，5台电风扇全抢光了，没抢到的人急得直拍大腿，死拉着柱子的自行车后座不让走，非让他下午再送几台过来。3天后，柱子准时骑车回到王家村，大树下早围满了人，不用柱子催，大爷大妈们手里全攥着钞票，眼巴巴等着。白背心大爷把钱硬塞进柱子手里，说：小伙子你可算来了。白背心大爷夸这风扇真好使，风大还省电，我算了一下，开1晚上才几分钱电费，68块钱，给你数数，这是我的68，赶紧收着，那风扇我可不退了啊。柱子收钱收得手都软了，破布袋子装得鼓鼓囊囊，沉甸甸全是钱。不光王家村，整个县城周围10几个乡镇全在上演同样的火爆抢购。晚上，星火电器厂财务室灯全亮着，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，30个销售员把收回来的钱全倒在拼起来的大办公桌上，10块、5块、2块的钞票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老陈看着满桌子钱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说话直哆嗦，说：老板，这全是咱们今天卖的钱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周志远抓起一把钞票，拍拍老陈肩膀笑出声，说：老陈，这才刚开始，明天再招50个年轻小伙，把周围几个县的农村全给我铺满。车间通知下去分成3班倒，机器1分钟都不许停。接下来半个月，星火牌电风扇在农村彻底卖疯了，试用3天，免费保修，摔不坏的设计，这3招组合拳打下来，市面上的老牌子根本没法还手。厂里电话每天从早响到晚，全市各地供销社和村委会打来催货的，仓库里连1台存货都留不住，车间里机器白天黑夜连轴转，银行的运钞车天天开进厂里拉钱，县大礼堂门口拉着大红横幅，写着全县年度优秀企业表彰大会。老陈扯着脖子上的红领带，憋得脸通红，跟在周志远屁股后面直喘气。
气，说这玩意儿勒得他喘不上气，能摘了不？周志远穿着黑西装，笑着拍拍老陈后背，说今天他是咱们星火厂的副厂长，得有个样，忍着点。两人刚下吉普车，呼啦啦围上来一群人，是机电厂采购科长李卫东挤在最前面，递来一根带过滤嘴的好烟，说周老弟现在可是大名人了，连市里的大领导开会都天天念叨他。周志远笑着接过柱子，赶紧划火柴点上。赵国华教授也穿着中山装走出来，笑眯眯开口说：“志远啊，听说今天有大动作，他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给他捧场。”周志远赶紧迎上去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赵老能来那是给他脸，今天还得请他看一出好戏。”正门外头热闹，礼堂侧门台阶上，苏丽红正蹲在地上洗抹布。大冬天水凉，他手上全是冻疮，肿得像胡萝卜。自从大伯一家偷图纸被抓，他名声臭了，找不到好活干，好不容易托关系在礼堂当临时保洁，一天才挣2块钱。听见动静，苏丽红端着破塑料盆探头往外看，这一看，他整个人僵住了。那个被一群大厂长、大领导围在中间笑的男人，正是周志远。他皮鞋擦得锃亮，头发梳得整齐，连平时架子极大的县长，这会儿都亲自站在门口迎接，拉着他的手笑得一脸褶子。苏丽红脑子嗡嗡响，大半年前，这男人还是个被他嫌弃的穷光蛋，被他当众退婚，现在人家成了全县最有钱的大老板，坐小吉普，跟着保镖和副厂长。他低头看自己沾满泥水的破棉袄，再看远处的周志远，眼泪刷地掉下来。他不甘心，要是当初没退婚，现在穿貂皮大衣被巴结的老板娘就是他。苏丽红脑子一热，扔下抹布往正门冲，想求周志远再给次机会，只要能沾点光，也不用天天洗冷水抹布。他扯嗓子喊志远，让他看看他。没跑出2步，2个壮实的保卫干事冲上来，一把将他按住，推了个跟头，说干什么？今天开表彰大会，他个扫地的往哪凑？苏丽红跌在泥水里，手掌擦破皮渗血，他顾不上疼，死盯周志远背影。周志远听见声音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平静的像看路边一块砖，连眉毛都没动。接着他转过头，跟县长说笑着走进大门。苏丽红彻底瘫在地上，捂脸大哭。他明白这辈子都够不着这个男人了。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，过道挤满人。县长走到麦克风前，清清嗓子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这个大会，咱们只重点表扬一个人，那就是星火电气厂的厂长周志远。”底下巴掌拍得震天响。县长扯着嗓子说：“这半年，星火厂卖出30万台电风扇，给县里交了200万的税，招了1500个下岗工人，解决了1500个家庭的吃饭问题。现在我代表县里，把这块优秀企业家的牌子发给周志远同志。”4个穿红旗袍的姑娘端着半人高的大木牌上台，周志远在一片叫好声中大步上台，双手接过牌匾举过头顶，闪光灯咔嚓闪个不停，底下人手都拍红了。周志远把牌匾递给老陈，走到麦克风前，他没拿演讲稿，直接开口说：“各位领导，各位乡亲，我周志远是个粗人，不会说漂亮话。星火厂能赚钱，全靠大伙拼命干。今天站在这儿，我不想说过去，我想说说以后。”全场安静，几千双眼睛直勾勾盯着他。周志远竖起一根手指，声音震得人耳朵发麻，说：“明年开春，咱们星火厂要建2期厂房，电风扇算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造洗衣机，造大彩电。凭啥那些外国牌子卖那么贵，把咱们当傻子骗？咱们自己造，不仅造，还要卖得便宜，让村里老百姓家家户户看上电视，用上洗衣机。”台下轰的一声炸开了锅。有人说造电视机那得要多高的技术啊？有人说真要是能便宜，我借钱也得买一台。坐在第一排的赵国华教授摸着下巴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他知道这小子没吹牛，前几天周志远就找他打听过显像管的进货渠道了。周志远双手往下压了压，等声音小了点，竖起第2根手指说：“第2件事，咱们厂赚了钱，不能光顾自己吃肉。我从小家里穷上不起学，知道没书读的苦。今天我代表星火电气厂，当场捐出现金50万。”他咬着牙大声喊说：“在咱们县最穷的10个乡镇，盖10所希望小学，砖头、水泥、桌椅板凳，我全包了。明年9月份，必须让孩子们都坐在不漏雨的红砖房里上课。”整个礼堂安静的出奇。50万，这年头简直是一笔要命的巨款。2秒钟后，爆发出要把房顶掀翻的掌声。县长激动的眼圈发红，几步冲上前攥住周志远的手，用力摇晃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老陈和柱子在台下把手掌都拍肿了。晚上11点，应酬结束，周志远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办公室。老陈泡了杯浓茶就出去关上门。周志远靠在老板椅上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音响了。系统界面里，一张未来报纸缓缓展开，头版头条印着加粗大字：大洋彼岸的计算机网络，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。下面写满了关于电脑网络的预测。周志远猛地睁眼，眼睛发亮。洗衣机和电视机只是跳板，这报纸上写的东西才是未来真正能赚大钱的大生意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一把推开窗户，两眼直勾勾盯着外